当日元贬值刷爆各大财经新闻头条时，美元对韩元的汇率也正在悄然接近1比1500这个重要关口。美联储的大放水已经给日本淹了个半死，韩元的汇率虽然比日元稳那么一点，但要论对各自国内的影响，韩元贬值实际上远超日元贬值。如今的韩国已经到了事实上的临界点，党派对立，物价飞涨。在首尔，新鲜的蔬菜水果已经涨到了韩国人吃不起也不敢吃的地步。然而，在这种惨状背后，韩国实际上正在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今日韩国的发达国家地位全都是汉江奇迹的成果，而韩国之所以能有汉江奇迹，其原因则都是因为一个人——朴正熙。朴正熙曾又名高木正雄，是接受过日本军队教育的前伪满洲国军官。1961年，有鉴于韩国第二共和国政府的无能在韩国军队中耕耘已久的朴正熙认为此时可以凭借军队举事建立一个由其领导的专制政府。于是他趁着韩国国内爆发大规模游行的机会，率领数千名韩国军人发动政变，几乎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韩国最高权力。然而，这样一个有日本背景的军人通过政变上台，本身就是极其不正的德国方式。于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朴正熙不得不想办法带领韩国走上富强的道路。1961年，韩国人均 GDP 仅82美元，不仅远不如北方的朝鲜与海对岸的日本，同中国大陆与越南相比也是半斤八两。朴正熙在上台之后，面对着一穷二白的现状，清楚地狭人稠又缺乏资源的韩国，唯一的优势就是数不尽的人力资源。于是，他一方面在政治上大开倒车，管控言论，加强专制；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方式压榨韩国的人力资源。在朴正熙时代的韩国，韩国人更像是一种商品。朴正熙在国内阻碍劳工改革，鼓励韩国公司最大限度剥削劳动者，由此养成了最初的韩国财阀。而在国外，朴正熙则以国家名义大量出口韩国人，许多韩国人为了国家前往西德等国从事劳工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所得则交由韩国政府，并在抽成后再次分配。幸运的是，当时已经经历过二战后恢复期的发达国家，此时欠缺的也正是人力。同时，美国干涉越南局势也为韩国带来了数不清的订单。靠着全民为西方当牛做马，朴正熙仅仅花了10年就完成了韩国资本需要的原始积累，并承接了大量西方转移的重化工业。在70年代，韩国成功在钢铁、造船、化工与造车4大产业上站稳脚跟，依靠着为发达国家当加工厂，年出口额增速超40%的韩国，迅速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马仔。然而，这种快的有些异常的增长速度必然有巨大的代价。朴正熙时代的整整一代韩国劳工都在过度劳动与食不果腹中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而朴正熙的高压政策也让韩国人找不到任何改变现状的方法。虽然朴正熙许诺韩国人经济增长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对现状忍无可忍的韩国人还是决定将枪口直接指向朴正熙本人。1974年，一场针对朴正熙本人的刺杀意外杀死了他的夫人陆英修。而在此后，变本加厉管控国民的朴正熙也遭到反噬，于1979年被自己的心腹金载圭枪杀。不过话说回来，靠着极限压榨国民与献祭自己的方式，朴正熙依然在他的任期内为韩国从西方世界手里抢到了一些残羹剩饭。依靠着朴正熙时代建造起来的外向型经济体系，韩国成功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金牌打工仔。而在80年代，日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后，面对不听话的日本，目睹了韩国奇迹之后，美国也更愿意扶持韩国去抢占那些对美国产生威胁的日本产业。依靠着西方世界的赏赐，韩国的4大产业不仅在上世纪80、90年代稳中有进，同时还收获了半导体这个面向21世纪的产业，为日后三星电子的腾飞埋下了伏笔。但从本质上讲，缺乏自然资源甚至缺乏旅游资源的韩国，其所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为西方世界做打工仔上。这个本质问题实际上给一夜暴富起来的韩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后遗症，以及一个巨大的地雷。朴正熙式经济腾飞的后遗症就是速度惊人的老龄化与少子化。韩国之所以能在跨国贸易中获得大量的利润，本质上来自于西方世界向韩国提供了大量的订单。而韩国之所以能争取到这些订单，是因为韩国是所有能向西方世界提供产品的国家里报价最低的那个。为了保证在工业领域有更低的报价，韩国必须要培养一支廉价但高素质的技工群体，也就是向西方世界出售所谓的人口红利。韩国做到了这一点，但代价则是年轻人的出路被压缩到了接受教育这一条道路上。韩国父母的育儿成本在韩国工业化的时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育儿成本上升的代价则是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
自1971年开始，韩国生育率的降低速度在1000万人以上规模国家中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的极值。短短1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从 4.54 降低到了 2.1 以下，更是在1987年就已经以 1.53 的总和生育率傲视群雄。在当年，人均 GDP 是韩国5倍以上且早已进入老龄化的日本，总和生育率尚且有 1.69。而对于韩国来说 1.53 只是后遗症发作的开始，此后20多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一路走低，并在2018年跌至1以下，成为5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中第一个达到这一数量级的国家。没有新生儿意味着国家的未来无以为继，可是对于韩国而言，爆炸式发展的危机还不止于此。极度外向型的经济实际上给韩国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西方世界歌舞升平、需求旺盛时，西方世界的国民有足够的钱财去购买多余的工业品，而韩国也能在对外出口上分享西方国家的消费市场。可是到了全球性经济下行，各国大搞关税壁垒时，韩国的出口产业就很容易受到重挫，韩国的整体经济也会经历断崖式的下跌。实际上，在2020年时，美联储的放水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居民消费能力空前上涨，已经救了韩国一命。但对于韩国而言，危机并不止于此，因为韩国离美国太远，而离中国太近。韩国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全部依赖西方工业转移所提供的残羹剩饭，而韩国能依靠这些剩饭果腹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一个能提供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的国家。然而，随着中国崛起，这种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崛起速度虽然没有韩国在70年代迅速，但凭借着巨大的体量，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亚洲的命运。随着中国加入 WTO， 一个拥有比韩国更为庞大的人口红利的国家进入了国际市场。中国想要实现经济腾飞，自然也要将目光转移到那些高附加值的加工业上，而这一策略一下子就同韩国撞上了。同日本相比，韩国缺乏文化资源。早在2010年，第三产业在日本 GDP 中的比重就超过了 70%， 而同期韩国第三产业的比值才刚刚超过 50%。韩国的发达极度依赖于工业，但是韩国工业的4大支柱钢铁、化工、造船与汽车，无一例外都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以最为典型的造船业为例，在2020年之前，韩国曾长期占据船舶订单世界第一的宝座。然而，当中国涉足这一领域之后，韩国造船业几乎没有任何抵抗之力。2020年，中国船舶接单总吨位首次超越韩国。短短3年之后，韩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就下降到了 24%， 而同期中国造船业的份额却达到了惊人的 59%。正因为中国的前进道路必然要踩在韩国的身上，韩国国内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才会极度敏感。然而遗憾的是，在意识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挑战时，缺乏自主的韩国除了一味对抗中国，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政策。现任总统尹锡悦奉行极度精美的政策，从表面上看，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意识到韩国今天的一切都是西方赏饭吃。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找不到前进道路，只能依赖老路，是韩国一味亲近西方下的必然选择。但是美国与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在西方世界的黄金时代，富裕的西方国民需要的是消费品，是廉价的韩国劳动力；而在今天，西方世界需要的却是工业回流，是被韩国人抢走的工作机会。因此，韩国继续对美国亦步亦趋，根本改变不了韩国工业被中国彻底击溃的命运。因而，中韩关系的恶化，中国在迈过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时，也不会选择将第二产业的市场交还给韩国。而在中国逐步实现崛起之后，那些跟随中国的国家将会成为中国主导的秩序下的新韩国。而在这个新秩序中，被放弃的韩国很可能因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出口加工业，而回归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国的原本位置。